盘点一些古代的高危职业。高危职业，我们一般理解为随时随地可能都会一命呜呼、当场暴毙的行业，这在古代简直是太多了，难以尽数。但相比较而言，我认为从死亡率来说，以下几种职业位居前列。这排名第一的就是皇帝，这个可能大家都想不到，皇帝是人人向往而求之不得的一个职业，但是想争的人越多，他的风险也就越大。根据《中国帝王的5种命运》这一本书统计，中国历代帝王非正常死亡的占总数 44%， 这个比例可是非常之高了。排名第2位的是太监，想要成为太监，光净身这一关，估计就可以杀掉1半人了。存活下来成为太监之后，一旦惹得主子不开心，杀头是很常见的事。最底层的小太监谁都可以欺负，脏活累活都是他们做，往往在宫里活不了几年就得死，又没有后代，连个祭拜坟墓的人都没有。而成功的太监更是片刻不得放松啊，就算混成把持朝政的掌权太监，基本上也没有好下场，晚景都很凄凉，甚至是死于非命。比如刘瑾、魏忠贤等人莫不如此，风险很高的职业。第3位士兵，我们先从几句文学作品当中来看一下士兵的命运。平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从这诗中可以看到，在古代当兵那就是九死一生啊，一旦上了战场，那就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了。古代战争很频繁，明末学者顾祖禹曾对古代战争次数做过统计，先秦661次，平均1年 1.2 次；魏晋南北朝1677次，平均每年 4.6 次；隋唐五代1411次，平均每年 3.7 次；宋朝620次，平均每年 2.1 次；元明1141次，平均每年3次。有学者根据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战争描述进行分析，古代战争平均死亡率高于 40%， 这个比例相当可怕了。排名第4位的是漕运。漕运指的是古代运输，一是海上运输，二是陆上运输。轮船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而沉没，遇海盗抢劫的事是时有发生的。而陆上运输呢，路途遥远，道路崎岖，车祸频发，拦路抢劫也时有发生，而且疾病瘟疫也是很常见的，所以运输行业也是高危行业。排名第5位的呢，就是捕役了。捕役是古代缉拿犯人的职业，这犯人可都是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啊！捕役捉拿犯人，弄不好就会丧命，所以这也是高危职业。这个职业类似于现在的人民警察呀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